欢迎收听野球特报。好，我们今天直接切入明年3月的世界棒球经典赛，日本队到底要派谁来对付我们台湾队？然后名将和田1号就直接点名了，他说要彻底压制台湾，那个人选就是台湾杀手金永生态。哦，金永生态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很清楚了，就是要来好好的拆解这位投球哲学家。他2024年去了小熊队之后，整个投球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完全进化了。我们就来看看他武器库到底发生了什么质变，然后对上我们旅美派加上中职精英组成的台湾队，他是不是真的能把我们压得死死的？金永他能在大联盟投得这么好，核心真的就是他那颗有点像反重力的四缝线直球。哦，反重力。对，他的球速其实不算顶快哦，大概就91、92迈而已。但是他的转速非常高，而且那个所谓的转轴效率几乎是100%。转轴效率就是说，它旋转的能量都没有浪费掉。对，几乎完全用来对抗地心引力。结果就是那颗球掉得比打者预期的慢很多，创造出很惊人的上窜效果。打者视觉上会觉得球怎么好像往上冲，完全正确。所以打者会一直挥到球的下缘，频频挥空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但是，光靠一颗很会窜的直球要在 MLB 生存，应该还是很难吧？没错，你问到关键了。真正的质变在于他的指叉球，他把指叉球的使用率一口气拉高到34%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颗球跟他那颗上窜的直球形成了完美的共轨效应。共轨效应就是说，两颗球投出来的路径在前半段几乎一模一样。哇哦！你想想看，打者为了要打到那颗会往上窜的直球，他挥棒时就必须瞄准高一点的位置。对。但是指叉球却会从同一个轨迹到本垒板前急速下堆，等于打者的大脑要在0.1秒内处理向上挥跟向下等这两种完全矛盾的指令。这就是他能宰制大联盟打者的秘密武器。那我们回头来看，金永过去对我们台湾打者好像一直都投得特别好。没错，他有绝对的心理优势。你记得2017年亚冠赛吗？记得，6局狂飙12K， 我们完全没辙。对，然后到2019年的12强赛，也是关键时刻上来化解危机。他已经在台湾打者心里种下了一个很难击倒的阴影了啦。好，历史的梦魇看完了，进化的数据也懂了。那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，如果明年 WBC 真的对上，考虑到首轮有65球的投球限制，对，我们的打线该怎么办？这一套看似无解的方程式，真的没有任何破解之道吗？我们来做个兵推，足以检视。好的，我们来进行兵推。假设这是我们可能的先发打线，第一棒 Stuart Fairchild 右打。我认为他有对位优势的。身为 MLB 选手，他对这种等级的投手适应力最强。但他的任务是？他的任务不是打安打，是消耗，是当一个侦察兵。他必须把金永的球数磨上去，用缠斗去逼他把所有球路都投出来，让后面的打者看清楚。好，第二棒林立右打，他是我们的中职打击王，但你却说他是隐忧，这很有趣。对，是因为他的挥棒轨迹正好会掉进金永的陷阱里吗？完全正确，林立的打击天赋毋庸置疑，但面对 MLB 等级的上窜直球，会是他最大的考验。因为中职比较少见到这种轨迹的投手，他习惯的挥棒路径很容易会打成无效的冲天炮飞球。那策略呢？缩短挥棒，专心往右半边攻击，破坏金永的投球节奏。好，第三棒张育成右打，这就是整场比赛的关键对决了吧？张育成最擅长攻击直球，但如果他忍不住去追打金永那颗掉到脚边的指叉球，那会非常危险。所以策略必须很明确，非常简单明确，抓高不抓低。他必须锁定好球带上半段的直球，一旦金永有任何失投，就要有把他扛出大墙的准备。
正面对决。对，这就是典型的力量对力量的正面对决，没有任何闪躲空间。好，第4棒，假设是小熊体系的 Jonathan Long 右打，这会是个有趣的 X engine。绝对是。身为小熊体式的选手，他在训练中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勇的球路特性。对耶，他的长打能力也能有效保护张育成。如果金勇选择闪躲张育成，Long 就必须要有所贡献。OK， 第5棒林安可左打，在我看来，这可能是风险最高的一棒。身为左打，林安可要面对金勇的横扫球会非常吃力，而且他的挥空率本来就比较高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避免被三振，把攻势延续下去。你订阅了吗？记得还要按赞加分享哦。第6棒李浩宇右打，我认为他也有对位优势。他在老虎农场长大，对抗速球的经验丰富，而且击球确实度很高。在垒上有人的时候，对，给予致命一击。第7棒郑宗哲左打，但他扮演的是战术性角色。怎么说？虽然是左打，但他棒子非常黏，选球很好。他的任务不是打安打，是搞风投手，用他超强的缠斗能力去破坏金勇的节奏和用球数。第8棒林家正右打，功能性角色，把球打平就有机会。第9棒陈晨威左打，这就是我们的速度武器。速度战，只要他能用任何方式上垒，就会是金勇的噩梦。他的盗垒威胁会迫使金勇在投球时分心，进而可能投出失投球给下一棒的 Fairchild。综合评估下来，这条打线确实被金勇克制得很厉害。真的，李美派的虽然有力量，但挥空率也高，容易被他的高低差吊中；而本土的左打群又会被他的左投优势和横扫球给压制。没错。我大胆预测，他大概能用60到65球吃掉我们4到5局，送出6到8次三振，失分可以控制在1分以内。我也同意这个评估。金勇投完65球退场后呢，这才是日本队最可怕，也是他们战术布局最高明的地方。第一阶段，也就是前4到5局，就是金勇生态。左投技巧型，主攻纵向位移。他的任务就是用65球以内把比赛前段锁死，建立心理优势。然后第2阶段就来了，你的大脑刚花了5局去校准金勇148公里的左投，然后牛棚门一开，走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怪物。就是这种感觉，日本队换上来的会是完全不同形态的投手。选项1，才木浩人，汉仙湖的王牌。对，身高189公分的高压强力右投，球速可以飙到157公里，还搭配一颗被称为幽灵指叉的大角度指叉球。哇，189公分的高压跟金勇那种比较低的出手点，光是视觉上的反差就很大了，非常大。另一个选项是高桥宏斗，中日龙的王牌，也是上一届 WBC 的冠军成员。他更快，他的球速更快，可以到158公里，而且控球进化了，是现在日职最难被长打的投手之一。他等于是让打者的脑袋强制重新开机一次，对，你根本来不及调整。比赛进入后段，第3阶段的终极封锁就要登场了。是的，第8局，他们的布局投手非常弹性，如果轮到右打者，他们就可能推上球威刚猛无比的平良海马。如果轮到左打者，就派上有丰富大联盟经验的左投松吉裕楚进行针对性压制。对，专门上来解决我们的左打。然后第9局就是他们的绝对守护神大势，督脉巨人的终结者，他的投球姿势很特别。他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他那颗从侧投角度飙出来的158公里深卡球。哇，那种球路对右打者来说根本就是梦魇。球会以一个极刁钻的角度往你的身体内侧转进来，你想把那种球捞起来打成长打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整个分析下来，结论很清楚了。从日本队的角度来看，我的最终建议是，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金勇设定为对台湾的主战投手，然后搭配上这些强力右投的牛棚，这是在短期赛球数限制之下，一套能维持9局高强度压制的必胜策略。好，这整份分析是从日本队如何攻击我们的角度出发。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，如果你是台湾队的总教练，知道了这一切，
你会怎么反制？哦，当你看到金勇生态走上投手丘，而且你知道牛棚里还坐着一个158公里的火球男在等着，你的反制策略是什么？这道看似完美的计划，究竟有没有任何一丝破绽是你可以去攻击的？感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队加油！